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奇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。那这次终于要跟大家分享一台我拖了很久的一台相机，就是 Canon EOS R7。那这台 APS-C 的最新的 Canon 旗舰已经出来差不多半年了嘛。那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不少的一些评测报告啦，或者一些使用心得。那我照我使用这半年下来的一些感想，跟各位做个分享总结。那如果说不想要太花时间，想要知道大概这台是一台什么样的相机的话，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给大家：这台是一台非常优秀的 APS-C 的机身，这是 mirrorless 的机身。那你可以把它甚至当成一台 R5 的缩小版都可以。那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原生的 R 镜头群非常的缺少，就那2颗而已。那如果接下来大家还有更多的兴趣，就是这台实际上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表现怎么样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一起看下去。那开始整个评测分享的话，不免俗就是跟大家先稍微回顾一下 R7 整台相机的一些所谓的技术特点。那最大的跟其他 APS-C 的机身稍微不一样，是它的感光元件的像素是达到3200万像素嘛，然后它的处理器是跟 R3、R5 同等级的 DigiX 的处理器，然后它有一个可以往外翻的 LCD， 同时也有一块369万像素的 EVF， 虽然说不是很高，不过也还 OK 了。那它的机身的话也是防尘防滴，所以你在外面用它不太需要担心。那它在对焦系统呢是 R3 下方的，跟 R5 也差不多的，就是它有 AI 的物件辨识，像你可以给它人脸辨识啊、动物辨识啊、车辆辨识啊等等的一个系统。那在关机的时候，它的快门也是可以降下来去保护相机的，这个也是个很重要的特色。那在那个连拍速度上的话，它的电子快门的状态下最高可以达到每秒30张，同时这30张的连拍速度是可以有自动对焦的。那它录影方面的话，如果你用 4K 每秒30张的这样规格的话，甚至可以做到用整个感光元件去超取样，就差不多 7K 再压下来 4K， 所以它的细腻度是非常高的。那同时它也支援双插卡。那它的主要的技术特性就是像你现在画面上看得到的这个总结表。OK， 那在机身设计上面的话，基本上它的材质是复合铝镁合金跟塑胶的设计，那达到整体算是蛮叫做相对来说叫轻便啊，然后又有一定的坚固程度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握把其实也是还蛮深的啦，所以变成一般在使用上来说的话，其实应该是我自己是觉得是还蛮符合人体工学，然后使用起来也觉得还蛮舒适的。那基本上在正面来说的话，其实看起来好像跟
一般的 Canon 的相机差不多。那这边我把镜头拆开的话，你其实也看得到，它在关机的状态下，它的快门帘可以把它降下来。那基本上你的感光元件就不用担心会入尘的问题嘛。那在那个机身正面，我觉得有一个很实用的旋钮，就是这个，这个 OK， 这个是那个手动对焦跟自动对焦的一个切换的旋钮。那有部分镜头，比如说这支 RFS 的18-150的镜头，那它在镜身上面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按键的，比如说防手枪开关也好，那个手动对焦、自动对焦的切换也好都没有。所以变成说，这个时候在机身上面的这个 AF/MF 的那个切换钮就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也是在拍一些夜景也好，或者有时候拍一些影片也好，我是觉得还蛮实用的。就是这个旋钮一切换就是自动对焦、手动对焦，同时在这个旋钮上面有一个很小的按钮，这个按钮是可以自定义的，就看你想要一些额外什么样的功能，就可以在手指那一边就可以去达到去按压。那在整个机身上面的话，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非常多的，应该说算是有蛮多的按钮，或者是旋钮，或者是转盘。以一台 APS-C 机身来说算是多了，不过以专业用途来讲的话，相对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足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转盘的部分，你可以看到在最上面就是机顶的部分，这边有一个常用的转盘1，然后在机背后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设计。一开始你可能不习惯的，就是在这个摇杆的旁边是复合了一个旋钮的作用。基本上这就是这台相机它只有2个转盘，所以变成你如果是用全手动操作的时候，你要同时操纵感光度、光圈、快门的话，就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麻烦。你得要透过比如说机顶的 ISO 的按键，或者是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叫 MFN Multifunction 的一个自定功能按键，你压下去之后的话，然后就可以去做一些参数的快速调整，比如说刚刚讲过的感光度也好，白平衡也好，基本上你按下去之后，然后再透过转盘或者是另外一个转盘切换不同的功能键，这样去做一个快速选择。不是说不行，但是就比如说比起 R5 那一种有3个转盘相机操作的话，就是稍微来说还是会慢一点点，但是是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了。那在机背除了这个很特殊，刚刚讲过摇杆复合转盘这个设计以外的话，其他大致上是跟常见的一些 Canon 机身的设计其实算是大同小异了，就是有一些位置上有一些调配不太一样，不过其实我会觉得反正你习惯就好，没有太多问题了。那刚刚讲过它的观景窗跟 LCD 部分的话，LCD 就是跟之前一样，就是可以往外旋转的那种设计嘛，这个也是没什么不一样，解析度也是很高，流畅度也是很高。那 EVF 就是电子观景窗的部分的话，虽然说它是比 R5 略小一点点 ，R5 大概半寸 0.5 寸左右，这个大概 0.39 寸左右。其实如果不是有2台相机摆在一起的话，你基本上是不太会发现啦。解析度是要比较低一点，但是也不是说低到像以前那种相机很难看得清楚那种，你会觉得粗糙感一样，还是觉得是会蛮细腻的，所以用起来我是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OK， 再回到机顶的部分，在功能转盘是很传统的 PATV 那种转盘啊，那基本上跟 R5 那种用 Mode 按键来切换那种比较新潮嘛，比较不一样的设计，这个就很传统，就是常见的这种功能转盘，我是用的很习惯，所以不太会觉得什么不习惯的问题。那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最好用的部分其实是这个，就是开关机复合录影模式的切换。就变成说你一开始打开去 on 那里的话，那这是拍照模式嘛。那如果你现在想要录影，除了按一下这个录影的按钮以外，那你可以直接打过去，那就会是一样是在光圈先决模式底下的录影模式。所以其实这样的搭配的话，其实就很直觉。
你今天是用光圈先决拍照，一般来说我自己习惯是，如果今天要做一些录影、一些短片的话，我其实一样会继续用光圈先决这样的模式去做录影，那我就会这样切换过去。那其实为什么，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在录影模式底下就直接按录影按键去做开始录影？主要是一些我会觉得是 Canon 的一些设计上的一些有一点奇奇怪怪的叫做限制啊。如果你在拍照模式直接按录影按键进去录影的话，你的比如说录影记录的方式的话，你从选单那边的话，你其实就只会有一个预设的模式，而且这个预设模式还有限制，就是它就不是一个超取样的 4K 60帧，就是一个普通 4K 的，大概是 Light Skipping 的4K 录影模式，所以它其实录出来的品质没有超取样明显，其实没有超取样录出来那么的细腻了。这你要有比较详细的那些录影设定的话，你还是要特定进入这个录影模式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调配。所以一般的情况下，我是不会建议你在拍照模式就直接按录影键，除了真的很赶时间啊，我是不建议你在拍照模式就直接按录影键就去录影的这个一个动作。OK， 在机身左边就是输入输出的那些连接孔嘛，那其实也算是蛮齐全的。比如说你可以外接麦克风啊，你可以接传统的有线快门线啊，我是很少用了，现在大部分都是用无线或者是就用手机，如果临时要用的话，用手机连线一下，其实就可以做拍摄。然后或者是连接耳机，就是如果你的录影中途要听，或者说要看到底录到什么的话，可以听一下。然后或者是 HDMI 或者是 USB Type-C 的那个连接口。那这台相机是你可以直接透过 USB Type-C 有 PD， 应该是至少15瓦的 PD 充电，就是直接用 PD 来去对相机充电，或者是用 PD 状态下给相机供电。那说到供电或者是充电这类的问题的话，其实这台在续航力上的话，其实是还不错啦。那它怎么说呢？它其实一样用跟那个 Canon 就是5D 系列也好，或者是像 R5 系列也好，就是用同一颗 LP16 NH， 就是新版的 LP16。那你要在相机里面，刚刚讲相机里面充电的话，一定要用新版这颗16 NH 才行。你用旧的16的话，是它不会给你充的，这个是稍微有点麻烦，不过我只能说习惯就好了。那我用这个新的电池，虽然说它官方的数字，就是说它官方的续航力数字其实是不高，才600多张，或者是你用 EVF 的话，因为还比较耗电，只有380张左右。那实际上我自己一天用下来，大概你拍个1800到2000张，再拍一些短片，其实是没有太多的问题啊。那 CIPA 那一种测试本来就比较严格一点啦，所以其实续航力上面呢，其实不太需要担心这台会有什么状况。OK， 那机身要测就是记忆卡插槽嘛，这边它用的机卡是比较亲民的，就是 SDXC， 而且同时支援 UHS 2的规格。那我会建议用你能够在预算内买得到最好的 UHS 2的机卡了。我是用比较相对来说划算一点点的 Team Group 了。但如果你预算够，你可以买 Sony TUF 的系列，那它写入速度就很快。因为在清空机体缓冲区，比如说尤其是你用到每秒15张、每秒30张这样连拍完，你的机卡写入速度有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快的话，就差异很大了。你这样连续拍完一堆，然后你写的不够快的话，你的相机就是会卡在那种一直在写入那个状态，是还蛮烦的。所以其实我用像这台有 UHS 2的话，2张同时这样写的话，其实清空速度还是蛮快。那同时这台在录影模式那边会再详细提到，就是你在设定录影或者像有2张记忆卡的话，我自己同时会设定成备源，意思就是说我在拍照也好，录影也好，它会同时写在这2张记忆卡上，所以这2张记忆卡当然也是选一模一样的速度或者一模一样的规格会比较好，你这样才不会一张写入比较慢，或者一张写入写爆了干嘛的，你就没有备源的效果。
OK，那很多人应该会比较在意影像品质的部分吧？那这块感光元件刚刚一开始也有提过，它就是快325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。那大致上的话，应该是跟90D 或者是 Canon 的那台 M6 Mark II 应该是一样，或者是顶多一点点改进的感光元件吧。那它搭配新的那个 DGX 的话，其实在整个使用上就差不多，可以算是 APS-C 的顶级表现吧。就是跟全幅比是不用想了啦，因为本来感光元件的那个片幅有差嘛，但是跟其他 APS-C 或者是跟更小片幅比的话，那当然是叫做绰绰有余。那我自己使用上，虽然说它的像素密度是相对比较高，但是杂讯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其实 ISO 你就算设到3200，甚至偶尔用6400的话，其实都落在有一定可以接受的范围了。再高嘛，说实在话，我自己是很少用了。我原则上在实拍的话，我是尽量避免用超过3200为主。那偶尔真的逼不得已的话，会用一下6400。那如果说在宽容度的话，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用 RAW 来拍摄，宽容度就不是特别的出色，但是也不是说不好。差不多就是你过度曝光2级，你要拉回来的话，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。但是如果到3级的话，就不见得完全回得来了。那如果说是曝光不足，就是-1到-2 EV 再拉回来，其实杂讯都是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了。那其实跟 Canon 大部分相机的表现是算是差不多。OK， 那它在对焦模式刚刚已经提过嘛，它有支援一些侦测人物啦、动物啦，或者是车辆。那我这边就直接用我家的猫做一个举例好了，这应该比较简单一点，就是用动物模式。OK， 你可以看到，先用那个动物的对焦模式，在看得到像我家的猫的时候，只要它眼睛在画面上占的比例其实有一定的比例，它其实很快就已经可以很精确的抓得到眼睛的部分，甚至很小，如果说现在放的很大了，或者是刚刚很小的部分，其实都抓得很快很精准。那用起来的成功率或者是正确率，我基本上觉得跟 R5 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不一样，有稍微低一点点，就是以成功率来讲，但是 R7 已经是足够优秀了。如果跟之前 Olympus OM1 比的话，其实也是算是一样是在不相上下了。所以拿这台你拍人也好，其实拍动物也好，它的表现其实都是足够优秀，令人你就会想要买个长镜头这样去拍动物也好，拍生态也好，其实都是一台非常好的机器。那我直接展示一段，就是如果用高速连拍又是电子快门，像这样就可以达到每秒30张的这样的情境给大家看一下。那现在是我已经设定在最高的连拍速度嘛，就是在每秒30张在这样的状态下，我现在按下去的话，接下来可以看到是没有什么黑边看得到的，就是你拍完就不会像以前一些慢的相机的话，它其实你拍完一张会黑一张，就使用上就不太连贯。那你其实可以看到，刚刚我拍完一堆的写入速度，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算是影响。对，不过清的速度其实蛮快了，刚刚拍的应该有40几张，那在10几秒内其实都已经清完，所以其实是还好，算可以接受了。那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用电子快门每秒30张这些连拍的话，如果我今天画面上先有一点点晃动，其实多少我现在晃动已经不算太大，其实多少还是看得到有一点点所谓的果冻效应。这边说你要避免这个问题的话，说真的，尤其是在拍飞行的鸟类，这个问题会很大，因为鸟的那个改变速度的方向是很快，所以你这样跟着它追的话，它的感光元件的 read out 就是那个输出速度不够快，就变成这活动效应会更明显，比 R5 是明显很多了。因为 R5 的那个读取速度可以10几个 millisecond， 但是 R7 应该只有40几50个 millisecond， 其实相对来说是慢很多了。所以如果说
你要避免这种滚动效应的话，目前就只有一个解法，你要把你的快门的这变成不要用电子快门，用电子牵连。然后在这个时候的最快连拍速度就是每秒15张。那至于在防手震的话，我先是直接用手持实拍画面给你们看。防手震的话，它的机身是可以达到，就是它有5轴的防手震。理论上呢，看起来是跟 R5 然后或者 R3 的规格就很像。然后如果搭配一些 RF 原生有支援防手震的镜头，有部分甚至可以达到8级摄像，比如说24105，就是贵的跟便宜那一只都可以到8级。那它官方跟着来的这只18150的话，理论上可以到7级。OK， 接下来我想要提一下防手震在录影上面的这状况嘛，对，类似状况。理论上呢，这台机身有5轴防手震嘛，然后搭上镜头甚至可以到7或者是8级的防手震。那目前画面上你看得到，也许好像稳定度还不错，但是其实这个稳定度还不错有一个代价，就是我目前其实有开所谓的数码防手震，就是电子式的防手震在补强的。如果我今天现在我把它关掉的话，你其实看我在同一个手持的姿势底下，画面其实是晃的有点严重的。这个不止在室内，我在室外实拍，就也许你现在看得到的画面，在室外有开跟没开其实还是差很多，所以用起来就会觉得很烦。就是明明理论上这台叫做有数位防手震，但是有开没开，我再比较快的再展示一次，有开没开的那个差异实在是太大了，就变成说这台在实物上的防手震，尤其是录影的时候的表现，这跟我使用 R5 的那个差异就非常的大。R5 有开没开的差异其实很小，就用起来你不会觉得像 R7 那么的不放心。R7 没开的话，我觉得能用度根本蛮低的吧，这样晃根本这样晃没有用吧，所以变成说在防手震的能力上 ，R7 我相信应该还是比 R5 有明显叫做差上一截。有些 YouTuber 甚至还称它为最差的 IPS 的相机了。我是觉得也许叫做不至于了，至少开了电子防手震，虽然说有一点裁切，画质有一点下降，但是也不至于有太多的影响。用起来还是不错，实际上录起来，如果对，实际上录起来其实是还是不错，就是也还是觉得那个画面其实还蛮干净，然后颜色就是一贯 Canon 的色调。R7 的录影模式其实还蛮丰富的，就是虽然它没有到 8K 录影嘛，但是至少它在 4K 的选项算是主要有3种了。我最常用其实是第一种，就是所谓的 7K 的超采样，就是现在这个 4K 的精细模式。虽然说精细模式最多只能够录到差不多30帧，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是觉得够用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是从整个 sensor 的输出就是 7K 直接压回来 4K， 所以画面的精细度其实非常好，跟 R5 是有的比。那隔壁这个标准 4K 的模式的话，它虽然是可以录到60帧，但是这个模式应该是类似，我猜应该是类似 frame skipping 那种模式，录出来的画面品质是稍微有一点点下降，尤其是如果你录了一个 4K 精细，再录一个标准 4K 的话，其实就差异其实还是看得到的。那比较有意思是隔壁这个 4K 裁切模式，4K 裁切模式的话，它只能录60帧，但是在 4K 60帧这个裁切模式底下的话，它是从原本的画面大概就是从你的感光元件1:1这样去做输出的一个模式，所以实际上你在录出来的画面会在原本的焦距，这是 APS-C 已经乘 1.6 的状态下，再乘以个 1.7 左右吧，所以其实镜头就会变得非常的长。OK， 我先直接举个例，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标准的 4K 的画面的长度。那如果说我在这个状态底下打开 4K 裁切模式的话，你可以看到画面
我的猫就突然变成像一个特写一样，因为画面在这个时候已经大概一样裁切了大概 1.7 左右，画质嘛是有一点点影响，但是没有从 4K 精细改成 4K 标准模式那一种差别，它基本上跟标准的 4K 模式的画质其实差不了多少，所以我是觉得可用性是还不错。有时候要拍生态的话，你焦距不够长，在这个时候用起来就很好。比如说一支标准的400mm 的镜头，你原本在 APS-C 底下的就已经会变成640嘛。那如果你再用这个 4K 裁切模式的话，再乘 1.7 上去，那就已经几乎接近一支 1000mm 的镜头了。那品质又有一定状态下，其实算是可以蛮能够达到节省重量底下的状态，就可以达到一些长焦镜头。其实这功能是还蛮实用的。录影功能还有一个算是蛮有趣的功能了，就是在选单第6页，录影模式底下才有的选单第6页。有个叫做自动水平校正的功能，那这功能呢，立意是还不错了，就是像我现在是手持的状态，如果稍微你看有点往左，或者是往左倾了一点点之后，你可以看到画面它是想要尽力帮你把它修补回去比较水平的部分。如果再往右倾一点点，它还是尽量的保持稳定。虽然说这个功能叫做立意不错了，但是实际上用起来就会晃的稍微频繁的话，它的修正，应该说它的补正速度其实没有那么的及时，就变成说有时候你就看到画面反而有点往左或者是往右晃，就反而不是那么的理想了。所以有时候我搞不好还会把它关掉，就不用这个功能了。OK， 接下来也要来聊一下 Canon EOS R7 的主要的弱势。我觉得它最大的弱势就是在于镜头群的问题。那当然不是说它的镜头群真的问题，只是说原生的 RFS 就是 APS-C 体系的 RF 镜头，就只有那2支，就是1845或者18-150。除了这2支以外，你就没选择，你要么你就去转接原本的 EF 或者 EFS， 要么就是用全幅的 RF 镜头。那这些某程度上都会令这个 RFS 体系有一点点失去原本的意思了。这里明明用一台新的 APS-C 的 mirrorless 的相机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新的 APS-C 的镜头可以选。那你用全片幅 OK， 比如说你用100-400，你可以把它变成一支很长的小炮，我的确也是这样用。但对一般使用者来说，他不见得随时都想要把所有镜头都变成长焦啊，他可能会想要超广角，可能会想要一些人像镜。那他现在的选择，要么就是像用 RF35、RF50， 或者是转接回去 EFS 的镜头，不然的话就说实话，就真的没选择了。那所以以这个部分来说，目前真的是一个问题了。那未来会怎么样？目前看 roadmap 好像也没看到什么真的很多 RFS 的镜头了，这部分就说老实话就只能等了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那就是去转接或者是用全片幅的镜头嘛。OK， 那我最后再总结一下这台相机的整个的小结了。那 R7 基本上它就是一台还蛮好的 Canon 的 APS-C 片幅底下的旗舰机种，这个是比较没什么太多的疑问啊。它像素够高，对焦速度快，然后画质表现不错，然后连拍速度也好，然后录影的 7K 超采样，说老实话，我是对它也蛮满意的。就如果以超采样状态下，它其实跟 R5 比较起来也没有太明显的差别。然后至于说录影会不会过热，目前我用起来似乎是没有 R5 那么容易碰到像那个温度计之类那种过热警告出现了，在 R7 上面是比较，我好像没看过吧。所以其实整体下来 R7 其实用起来还算满意，尤其是如果以我的用途就是R5 的一台备机或者叫做 R5 一台副机的话，因为本身能力很像嘛，然后操作起来也还算接近，因为都是 Canon 家的机器，虽然说有部分操作不一样，不过也不妨碍啊，比如说少了个转盘等等的一些小缺陷。不过在
录影模式那个切换就反而比 R5 还要方便。R5 你要按 Mode 加 Info 按键去切换，说实在话，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它有点烦。OK，Anyway，、但是问题就是，这刚刚在镜头资源那部分讲过了，目前在镜头资源那个部分实在是太不足够了。然后你要去转接手动镜头嘛，像老蛙之类，虽然叫做有出，但问题是资源起来会有问题。我之前已经有另外拍过一些短片讲过这个问题，而且我写信去 Canon 那边去问，他们给我的回答这些罐头回答，就像R5 跟 R7 的设计不一样啦，所以他们没办法，他们就是不支援手动镜头等等之类的。反正就是你目前用手动的超广角镜头或者其他手动的镜头，有时候它的防守阵表现就会很奇怪，就是有点在乱跳。你关掉有时候反而会比较好，这样的话完全有点失去这台机身的一些算是优秀的特性了。在同一个镜头，你在 R5， 你就算开 APS-C mode 底下，它其实是正常的。所以说实在话，我不觉得 Canon 那些所谓的官方的屁话是说得过去了，我是不赞同了。不过目前韧体已经出到 1.3 了，问题还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不太觉得他们会处理，所以变成说 R7 你在真的要选它的话，可能要有心理准备，原生的 FS 镜头不知道要等多久才会有比较多的选择，要不然的话就是要用 RF 的镜头，或者是转接去 EF 的镜头。就如果说不接受，应该说你不是很介意这种叫做缺点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 R7 的话，其实还是一台非常优秀的相机了。那它作为 APS-C 的 Canon 目前的旗舰是对得起它的价钱，它的能力也很好。那至于说对比起其他同类价位的机器来讲，其实以这个时代说真的，相机市场在萎缩，所以每一家 Nikon 也好，富士也好 ，OM System 也好，其实每一家基本上出的机身都不差，是真的都不差，而且各有特色。像 OM System 我到现在最满意当然就是它的防守阵能力嘛，那个是没得比。那如果是像富士的，也有很多人喜欢它的颜色， Nikon 也是有一票始终的使用者。那至于说你要怎么选，其实就是看你有点个人信仰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喜欢某一家的特色等等。那就谢谢大家观看到这里，那我希望尽量能够多更新，那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